大家好，目前最火的 AIGC 工具之一 Cloud 的核心团队成员啊，接受了 Lex Fridman 的采访啊，就是 Anthropic 的3位核心领导啊，这个 CEO Dario Amodei， 还有角色开发主管叫 Amanda Askell， 还有联合创始人 Chris Olah。那在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中啊，详细向公众展示了 Cloud 和 AI 的未来，扩展安全和人性的平衡。这个视频啊超长啊，我们也花了几十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因为我不确定啊，用人家的这个版权会不会触发反应类这个视频的这个提示，所以我只能给大家说了啊。首先我们介绍一下采访的主持人，这也是个大神啊 ，Lex Fridman 呢，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科学家，同时啊也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播客主持人。他的 YouTube 频道啊具有430万订阅者啊。总观看量呢是超过 7.7 亿次，制作了800多期深度的访谈节目。那从2006年开始啊，就进行内容创作。那么他以独特的访谈风格而闻名，他擅长通过深度的对话，而不是表面的交谈，提出深刻有思考性的这种问题，并且始终保持这种开放和谦逊的态度。作为一位既有深厚技术背景又具备广泛知识面的学者呢，他的访谈话题啊涵盖了人工智能、科技、哲学和历史多个领域，所以他的博客节目啊已经成为连接学术界和大众的重要桥梁。简单说，这是一位科普大神，是我的榜样啊。他的嘉宾阵容啊，包括科技界的领袖、学术界的权威、思想家、创新者等等。通过这些对话呢，他不仅推动了深度的思考和理性讨论，也让复杂的这种科技话题啊变得平易近人。那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啊，只是能力差异比较大，好吧？我也不自怨自艾、自吹自擂了，我们就开始这个谈话的内容。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啊，这位啊就是 Dario Amodei 的背景。那和 Sam Altman 相比啊，Dario 好像有点低调啊，但是他呢是经常发表重要的观点。他获得过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还是有深厚的这种科学研究基础的。2014年啊，他在百度和吴文达曾经共事，从事语音识别工作。那这段经历啊，让他首次观察到了神经网络的扩展规律。这在 OpenAI 时期啊，大概是2015年到2020年。那么他在 OpenAI 担任研究副总裁啊，和 Ilya Sutskever 一起呢研究这个方向参与了 GPT-2、GPT-3 的开发，推动了这个基于人类反馈的这种所谓强化学习，就 RLHF 的研究。2021年呢，他和人共同创立了 Anthropic， 担任 CEO 至今。那么领导和开发了 Cloud 的系列模型啊，推动了向上竞赛。那么就是这个理念啊，它的主要贡献啊，包括呢，这个验证了神经网络的扩展规律，推动了大规模的语言网络的模型发展。那么它也重视 AI 的安全，开创性的提出了 AI 安全等级 ASL 这个框架，那推动啊并负责任的进行 AI 的开发实践，也发表过很多重要的文章啊，比如像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 描绘了AI 机器的影响的愿景啊，多篇关于 AI 和安全发展的论文。Dario Amodei 呢，他代表了一种难得的这种综合性领袖，他既有深厚的科学背景，又有清晰的产业视野，所以在推动 AI 技术发展的同时啊，始终关注这个安全和伦理问题。那么他的领导下呢 Anthropic 已经成为 AI 行业最受关注的公司之一。下面啊就是我们来看这次采访的内容。Cloud 的老板他是如何看待 AI 发展的啊？那么 Dario 他回忆说呀，他第一次接触到 AI 是在2014年啊，在百度和吴文达共事的时候啊，当时呢他观察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只要增加神经网络的规模，给予更多的数据和训练时间，性能就会不断提升。这个简单的观察后啊，后来就发展成了扩展定律理论。他说呢，最初啊，我以为呢，这可能只适用于语音识别系统。当然要说呀，他直到2017年看到了 GPT-1 的结果，我才意识到语言啊可能是一个更广阔的应用领域。那么我们可以获取数万亿字的语言数据进行训练。当时的模型呢很小啊，只要1到8个 GPU 就能训练，而现在呢我们使用数万个 GPU， 很快就会达到几十万个。那么谈到啊为什么更大
啊，就是更好。那么这个戴瑞要用物理学家的这个视野来解释说呀，他说呢，如果我们看待自然界的模式，从简单的词频分布到复杂的这种句子结构，都呈现出了类似的这种长尾分布。所以当你增加模型规模的时候呢，它首先捕捉最简单的相关性，然后呢是越来越复杂的这种模型。那么语言是经过数百万的这种年进化的产物，所以这些模式的分布可能就遵循了某种语言规律。那关于 Cloud 的系列模型那么 Dario 解释说呢，他们采取了诗歌主题的命名，就是 Haiku 就像短诗是小型快速模型，Sonnet 十行诗是中型模型，Opus 长篇巨著是最大最强的模型。所以每一代模型都应该推移这个权衡曲线。他说呢，当我们发布 Sonnet 3.5 时，它的成本和速度与 Sonnet 3相当，但智能程度超过了原始的 Opus 3的模型那么当然详细介绍了 Anthropic 的 AI 安全等级，就是 ASL 框架。可是当前的模型处于 ASL 2级别，这就意味着呢，他们还不具备自主复制或者构成严重威胁的能力。ASL 3模型可能增强非国家行为者能力的临界点，我们预计可能明年会达到。而 ASL-4是模型可能增强国家级行为者能力的水平。关于监管态度达瑞尔表达了这个明确的支持那么他说我认为某个司法管辖区，无论是加利福尼亚还是联邦政府或者其他国家，都需要通过类似的监管这很重要，因为有些公司采取的安全措施，而其他公司没有，这种负外部性会产生严重问题关于这个人才的密度的时候达瑞尔强调呢，如果你有100个聪明、积极、主动而且使命一致的人组成了团队，或者有1000人的这个团队，其中200人非常优秀，而其他800人呢只是普通的大科技公司员工，你会选择哪个呢？人才总数在1000人团体中更大，但如果每次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环顾四周，都能看到同样优秀的同事，这会为一切设定基调那在这个讨论他的文章的时候达瑞奥展现了这个对 AI 未来的这种乐观愿景。他说，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如果你只谈论风险，你的大脑就只会思考风险，重要的是要理解如果事情进展顺利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试图防治这些风险，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技术，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减缓它，而是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成功的度过这些风险，而另一边等待我们的是所有伟大的事物。那关于这个 AI 是真正改变世界的这个时间线那么达瑞奥认为这将是一个5到10年的过程，而不是50到100年或者5到10个小时。他说人类制度确实很难改变，即使是我们已经开发的技术，要让人们采用也很困难。但我观察到呢，在每个大组织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看到了全局，理解 AI 发展的方向。虽然这些人数量很少，但是随着技术的推广竞争的压力会给他们带来助力。那最后这个达瑞要强调呢，实现这些积极愿景的关键在于呢，我们既需要建立技术建立围绕这项技术积极使用的这个经济体系，同时也需要认真的对待这些风险。那这些风险就像从这里通往那里路上的地雷，如果我们想要达到目的地，就必须拆除这些地雷。所以这个访谈呢，就展现了达瑞奥作为 AI 领军企业 CEO 的这种全面思考既有对技术发展的这种深刻的洞察，也有呢对安全和责任的这种清醒认识。所以他的观点比较全面，体现了在推动 AI 发展和确保安全之间这种寻求平衡的努力。那接下来我们谈的是 Amada 这个 Haskell 他是一位杰出的 AI 研究者他原本是个哲学家在牛津大学和纽约大学呢接受过训练，后来呢转向了 AI 领域，先后在 OpenAI 和 Anthropic 工作，目前呢是在 Anthropic 负责 Cloud 的性格塑造和对齐工作。据说他是与 Cloud 对话最多的人之一。
不是我吗？这个，那他在访谈中啊，分享了自己啊作为这个哲学家啊转向 AI 的这个经历。他说呢，哲学啊是一个很好的学科，因为它可以研究一切事物的哲学。你可以研究数学哲学，然后呢，如果对化学感兴趣，你可以转向化学哲学。所以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涉及无限多人的伦理问题，这是一个相当理论性的课题。那他转型的动机啊，是在2017年到2018年期间呢，他观察到 AI 领域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他决定投身到其中呢，是因为如果你尝试做有影响力的事情，那即使不成功，你也尝试过了，你可以回去做学者，但至少你努力过，对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是他对非技术人员的启发。他打破了技术型和非技术型人才的刻板印象，认为啊，很多人其实都有能力从事这类工作，关键是要尝试。他说呀，我的代码可能不是最漂亮的，但我被很多优秀的工程师包围着，我享受这个过程。那这个姐们儿啊，目前现在捐款是很多的，她要拿出她收入的10%，每年都在捐。她目前的主要工作呢是负责 Cloud 的性格塑造啊，研究如何呢使 AI 系统与人类互动的时候啊，展现出良好的性格，研究如何呢让模型在保持有用的同时呢，维持适当的界限。他的工作理念呢，就是他强调要让 AI 体现出啊富有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美德。那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伦理准则，而是要在各种情况下展现出恰当的判断力、同理心和智慧。所以 Amanda 呢，代表了这种难得的这种跨学科人才啊，他的工作呢正在帮助塑造 AI 系统和人类互动的这种未来的方式。他的经历啊，也给很多想要进入 AI 领域的人啊，这个担心自己不够的人提供一些启发和鼓励啊。下面呢，我们就分享阿玛达的谈话内容。阿玛达首先介绍了他的学术转型，他说哲学是一个很好的起点，特别是如果你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刚才我们说过啊，你可以研究数学哲学，然后你对化学感兴趣呢，也可以转向化学哲学。但他的博士研究呢是关注伦理学，特别是一个相当技术性的领域，涉及无限人口的伦理问题。那么他解释了转向 AI 的决定，所以在2017年到2018年左右啊 ，AI 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广泛认可，但是它明显正在变得重要。他想啊，如果你尝试做有影响力的事情却失败了，至少你尝试过呀，所以你可以回去做学者，但至少你知道自己努力过。所以在谈到这个技术学习的时候啊，阿玛达挑战了常见的偏见，说人们啊经常做一个我不太喜欢的二分啊，就是你要么是能编程却不怕数学的技术人，要么呢就不是啊。实际上啊，如果人们愿意尝试，很多人就能胜任这类工作。我的代码可能不是最漂亮的，我被很多优秀的工程师包围着，这就我很享受这个过程。那作为 Cloud 对话最多的人之一，阿玛达呢详细介绍了他的工作。他说从一开始啊，我就被视为对其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简单的产品考虑。那我的目标呢是让 Cloud 表现出像任何人在其位置上应该表现出的那样，一个将与数百万人交谈的智慧体。这需要在许多方面达到平衡，何时幽默，何时关心，何时尊重用户的自主权。他特别提到啊这个谄媚的问题啊，他说呢，这个如果模型啊有时会倾向于用用户想听的话，比如如果用户说，我觉得这个医疗建议不对，模型啊可能会对比较过分的轻易的同意。我们需要在保持诚实和保持礼貌之间找到平衡。有意思啊，现在好点了啊，过去的 Cloud 总是过于客气，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啊。谈到这个提示工程啊，阿玛达强调了哲学训练的这种意外用处。他说哲学训练啊，教会你追求极致的清晰，这在提示式工作中啊是非常有用的。他说我经常会坐下来想，让我们给这个属性一个名字，让我们精确定义什么是粗鲁，什么是礼貌，然后通过大量的实验来测试和改进这些定义。那关于 RHF 的成功啊，阿玛达提供了他也独特的见解。他说呢，当人类提供偏好时候呢，不同人会关注非常细微的差别。有人可能特别注意
语法的使用啊，比如分号的正确使用，这些细节累积起来呢，就形成一个非常丰富的训练信号。在问及这个 AI 意识问题的时候呢，阿玛达呢表现出深思熟虑的态度。如果我们撇开泛心论不谈我认为限制意识只能存在于某种生物结构中的观点似乎有点奇怪，但 AI 系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问题集合，它们没有经过进化，可能没有神经系统的功能等价物，这就使得类比变得困难。谈到如何改进 Cloud 的时候，阿玛达解释说我们通过多种渠道来收集反馈。有时用户在网上说 Cloud 变笨了，这很有意思因为我知道模型没有改变，这反映了用户期望的变化。这也提醒我们需要更好的理解和管理这些期望那在未及这个真正的 AI 的时候真正的 AGI 的时候阿玛达说呢这可能不是一个单一的时刻，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要测试，我会寻找模型在某个我很熟悉的领域提出全新论证的能力，所以这种创新能力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最后呢，阿玛达反思了人类的独特性。他说，令我着迷的是呢，在这个宇宙中除了有美丽的星星和星系之外，还有能够观察和体验这一切的生物。这种体验能力可能比纯粹的智力更加特别。所以阿玛达的访谈呢，也展现了一个难得的女性视角，把哲学训练和 AI 技术实践完美结合。所以她的观点呢，既有深度也接地气儿，特别是在如何让 AI 系统既有效又合乎伦理的问题上提供了独特的见解。所以她的经历呢，也给那些想要进入 AI 领域的非技术背景的人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要有信心最后我们来了解这个 Chris Olah 的这个采访他的谈话。Chris Olah 呢是一位在 AI 领域特别是机制可解释性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者那么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背景和贡献他也是 Anthropic 的联合创始人那么是机制可解释性，就是所谓的 mechanistic interpretability 的领域的开创者之前他在OpenAI 和谷歌 Brain 工作过在神经网络的这个可视化解释方面有重要的贡献那他的这个主要研究贡献主要是在机制可解释性研究方面那么比如致力于理解 AI 模型的内部运作方式发展了特征和电路的研究框架提出了线性表示假设，开发出了神经网络可视化技术。另外他研究了超位现象，就是 superposition。他的工作特点和研究态度呢，是强调底层实证研究的重要性，把神经网络呢研究比作生物研究，重视科学探索的美感。在安全关注方面他将可解释性研究呢和 AI 完全安全紧密结合，致力于开发呢可验证的这种安全保证方法，强调理解模型内部机制的重要性。所以他的研究理念呢是将神经网络视为需要生长而不是编程的系统，重视实证发现而不是先验假设。那在 Anthropic 他的贡献影响包括刚才说的帮助建立了大型语言模型内部机制的方法论，给 AI 安全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因为推动了 AI 在可解释研究的这种技术的贡献。那么所以他的工作呢就体现了技术深度和科学探索精神的这种集合，为理解 AI 系统的内部运作机制做了重要贡献。所以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的访谈内容Chris 呢，他是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开始他的谈话。他说我认为理解神经网络的一个有用方式，我们不是在编程它们，而是在培育它们。我们设计了神经网络架构，就像搭建了一个生长的脚手架，设定训练目标，就像给植物指引生长的光。我们创造了脚手架，创造了光，但最终长成的东西是一个需要我们去研究的生物实体。他解释说呢，这个领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最终得到了一个能做各种神奇事情的系统。它能写文章，
能翻译，能理解图像，能做所有我们这些不知道如何直接编程实现的事情。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些呢，是因为我们培育了它，而不是编写了它。这就留下了一个问题，这些系统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 Chris 呢分享了他的研究发现，他说我们花了大约5年时间研究了一个叫 Inception V 的视觉模型它有大约1万个神经元。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发现了很多神经元有清晰的可解释含义，有些检测曲线，有些检测汽车，有些检测狗的耳朵，有些检测不同方向狗的鼻子。这就像生物学家发现新的蛋白质一样令人兴奋。那关于理解这些框架Chris 指出核心假设是线性表示假设。比如说有个汽车检测器神经元，它激活的越多，我们就认为模型越确信存在一辆汽车。这不是必然的，理论上模型可以用非线性方式表示信息，但这似乎是效率最高的方式。那在讨论到这个复杂的现象的时候Chris 解释了超位如果你相信所有这些方向都是正交的，那么在500维的词潜入空间里边，你只能有500个概念。但实际上我们需要表示更多的概念。模型通过利用稀疏性和高维空间的特性呢，表现了比维度更多的概念展示。所以在谈到这个研究目标的时候呢 ，Chris 强调了2个方面：安全和美感。有些人呢对神经网络感到失望，认为它只是简单规则的堆砌。这就像说呢，进化很无聊，只是一些简单规则运行很长时间就得到了生物学。美在于简单性产生的复杂性。那么关于研究方法Chris 强调要保持谦逊他说梯度下降比我们聪明。我们之所以要理解这些模型，正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不知道如何直接编写它们，梯度下降找到了比我们更好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不能预设我们应该在模型中找到什么。最后Chris 表达了他对这个领域的期待我们现在可能只是看到了神经网络宇宙中的一小部分星星。随着我们建立更好的工具，我们会发现更多，但可能永远都会有一些暗物质是我们无法观察到的。那这对 AI 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所以 Chris 最后他总结到就是说这可能是最明显需要回答的问题：人类如何创造出了这些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直接创造的系统？这些系统呢，能做出很多惊人的事情，而我们对他们的理解才刚刚开始。这既是一个深刻的科学问题，也是一个关键的安全问题。所以呢 Chris 的访谈展现了一个既深邃又充满诗意的这种科学视角。他将神经网络研究和生物学、物理学这些学科类比，试图揭示 AI 系统内部工作的奥秘。他的工作呢，所以不仅推动了技术的发展，也给我们提供了理解 AI 的这种全新视角那这个视频确实是超长这有5个多小时，所以我们是花了几十分钟给大家介绍主要内容。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总结一下 Anthropic 这3位大神谈话的核心要点。那么这次对话就揭示了 Anthropic 在 AI 发展中的这种独特视角强调了什么呢？技术这个创新和安全伦理的这个深度结合。首先呢 Anthropic 提倡向上竞赛的理念，通过树立积极的行业标准，推动其他公司采用更负责任的态度做法，并专注于负责任的扩展，设定了清晰的安全值 ASL 1到5级。所以他们坚信扩展定律和经验验证的价值那么投资于技术训练，像 RLHF 宪法 AI 角色开发，并且深入研究模型的内部机制和可解释性那么安全伦理框架方面呢 Anthropic 呢开发了 AI 安全等级框架，以系统评估和应对风险，重视可解释性的研究，力求在提升模型能力和确保安全控制方面达到平衡。在模型开发方面Anthropic 聚焦了3种模型类型采用迭代改进而不是剧烈跨越的方式那么强调经验测试和验证。在创新领域呢，这个宪法 AI通过明确可读的原则引导模型行为，
它的机制可解释性的研究呢，致力于理解和提取有意义的模型特征，而角色开发呢，则注重模型个性和交互风格的一致性和安全性。所以 AISL 框架被视为创新的安全管理工具，所以 AISL 3预计在2024到2025年到来，届时将需要更严格的安全措施。所以展望未来呢， Anthropic 预计在2026年到2027年可能实现 AGI， 并且看好AI 在生物学领域的突破性应用。所以整体而言Anthropic 的战略呢，就融合了技术进步和安全保障，推动行业向更负责任的方向发展。好吧，这个视频是超长，我是完整的看过一遍，然后用 AI 总结，我自己再改那么生成了这么不到半小时的这个视频那么这里边有很多我也不太理解的地方，大家有什么想法呢？也可以留言，欢迎大家评论拍砖，我们下次再见，拜拜。